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们上次有分享了前3天的精彩好球给各位，这一集呢是4、5、6天的精彩好球。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些精彩好球呢，观众喜不喜欢，在下方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马上开始。代表什么单位？国泰人寿，黄俊佳。继承变棒。今天第5名花完了吗？早就花完了。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这么气馁嘛。这几天看你比，其实比得蛮好的。这几天状况怎么样？觉得比之前好很多。然后又看到自己的姐妹笑点蔡云恩选上，你有没有替她很开心？天哪，就是太强了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长这么矮小还可以选上这样。对你来说，你这样打下来，觉得跟其他的比赛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？反正都不太会赢，就尽量打吧。打这种比赛又没什么压力哦，反而你打这种比赛比较没什么压力，然后可以放开打。那他们会赢当选国手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觉得？稳定性高吧。想说奇怪，怎么打都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就是怎么打都打不死。怎么打都打不死，好吧？那针对这次比赛，如果敌完之后呢，回去你会有什么计划？想说要加强训练的部分，练稳一点吧，想办法让稳定性再更提高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吧。那今天笑点有来吗？今天笑点去补考了，那明天才会来。他会来帮你加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希望你的姐妹蔡云恩可以给你更多的加持，让你表现得更好。明天还有1名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高承瑞，机场敌机右。合作辛苦林家之，台湾女大林家渊，学校。什么名字？陈其韵。哪个学校？东园国小。代表什么单位？国泰。然后巨传乒乓。听说他是全场成人国手选拔赛拿到门票年纪最小的选手。现在几年级？5年级。不是大学5年级哦，是小学5年级。哇，你小5，你怎么拿到门票的？全国锦标赛32强。各位观众，全台湾32强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那你12岁的有选上吗？有。现在是12岁的国赛。对。这真的相当不容易哈。你来有很紧张吗？还是看这些叔叔阿姨们很习惯了？还好，就是来拼的。就是也没有特别紧张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赢，我就是尽力打。那爸爸妈妈有来吗？有。都有来帮你加油，是不是？有。那你这样子总共打几年了？打4、5年。才打4、5年，杰夫打了20几年，怎么都没拿到这张门票？那今天第5名花完了吗？花完了，明天还有1名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希望你可以赚到很多的经验，15金、18金，等着你把它拿下来。谢谢。
分，请到第6球台。黄建都哈，各位观众一定有看到我们的全国个人赛。我说黄建都这个反手真的很重，马上就把他请来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反手这个动作是怎么样的一个训练，甚至使用什么样的皮？我自己本身是打蝴蝶的D05，反手打 D05，对，因为它刚好就不硬也不软，对我来说比较适中。主要我自己就是用手背发力比较多一点，这边这一块，对，就这一段的。所以你这一段有特别训练吗？有，就是哑铃我会拿着然后这样，就有空就拿起来甩一下。有空，所以就跟真的在打电动的人每天滑主要这样一直点是一样的。对，因为我就会让这里稍微都有点摩擦的感觉。那哑铃需要拿很重吗？就因人而异啊。如果你比较轻的话，你可以拿轻一点做。我自己会拿重一点，对我来说帮助蛮大的。所以你木板也是 Xperia？ 对，我是打蝴蝶王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说有没有职业选手，他可能连打了3轮，每次都打到什么第4、第5局，然后输掉，然后就真的受不了，太累了，然后后面可能某一轮是请假的当休息，有遇过这种状况？我自己是没有啊，所以你6轮都会跟他拼到底，对不对？毕竟有6次机会啊，你自己放弃的话就少1次机会，还是除非有受伤。对，哇，大家都是把握6次，杰夫想太多了，我还说他有可能会请假，没有这种事就对了。没有。那因为我看你1年也是比不少比赛，对，就大学会比较少一点，就青少年时期就蛮多的。但你现在比赛相对以前比较不紧张哈，我看你都稳稳的哈。我自己是比较不紧张，就正常打，有输有赢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谢谢。点到橘色的毛巾以及运动短裤一条，如果遗失的。配由国泰人寿政府捐，请出场第8。
代表哪个单位？城镇国中动物丙城第一名啊，缺壮评选手。这次来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？就看他们各个选手都很拼，坚持上去，然后就选上。第几次来这？第3次打国手了吧？那现在有选上哪一个？我现在只有15星了。我看你前2天有打到很后面呢。哦，对啊，比赛啊打到越来越后面，反而要更坚定一点。像我前面，其实那时候我那人打到决选之前，其实我打的都还蛮好的，但是我到决选之后自己不敢打了，反而到决选之后想太多，就是会想要赢啊，想要上去啊，然后反而就会变得不敢打。那个手会丢丢的，对不对？对啊动作就会不小心没做完，对不对？大概是这种感觉。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加强的？心态打得太熟了，会怕怕的，是不是？就是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，会怕。是跟高中生就怕了。那6命花完的心得是什么？舒爽，觉得要赶快回去练球。好，你呢？可能就反手我也在前台对视的那些吧，然后还有些小球也是要继续把它再加强。对啊。好，我们希望明年度各大比赛都可以看到2位获胜的身影。谢谢2位。谢谢。代表国泰什么名字？廖廷瑶，林千怡，好，那现在是几岁的国少15、18，第一次来吗？不是国2的时候就来，然后今年国2就高来过了。我也国2，成人国手就这样子，年龄没有在限制的，就对，拿到门票就来，是不是？那这次来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？因为现在年纪还比较小，就是可能不会觉得期望很大，都是以没有压力，然后去拼。那有没有赚到什么经验？因为这边都很多这种，你知道叔叔阿姨不是阿姨，高层级，比较资深的，可以去学习调节能力之类的。所以其实你们2个这次来打得算很轻松嘛？我看你很拼哎，我上次看15星还是18星的时候拍你的时候，你很厉害，那是意外，这是你打出来的什么意外？你这次来的心得是什么？就是知道自己还是有很多缺点要去补强。那针对明年的训练，希望自己可以加强什么？心态。什么样的心态？领先时的心态。你讲得很好哎，就当你领先的时候，一不小心那个心态转换就被追过了，然后后面下一局整个人都歪掉了，那种感觉对不对？就有时候很想要赢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发挥出平常练习的水准。就是太想要。当你分数领先或者是大比数1比0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，然后想太多。有时候。那明年有什么计划吗？主要先在青少年阶段先站稳。所以19跟他拼下去，想办法拿到19，跟他当同学这样。嗯，好，很好，好吧。
就算没有获胜，命花完了，但是我们学到很多的经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感谢2位，希望以后比赛很常见面，谢谢。谢谢。2021年成人国手选拔赛这6天的所有赛事、所有选手、所有访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希望这6天的比赛大家看得过瘾，也希望这些正在为国手打拼的选手们呢，能够给你们一些启发及练球的动力。拜托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我们都需要你们被看见，你们也需要我们被看见。乒乓球除了我能分享给各位，就是你把球打好。希望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他才练4年就来这，想说我练20几年，怎么都没来过这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！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你这6天讲最好就你。